首先我说我们还是讲的是一个主线，好吗？因为这个整个的病理生理变化它是多种因素，包括你的个人体质，包括环境因素，包括你的医疗环境都是可以影响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背景下呢，我们现在说的是根据这个情报结合，我们有理由去很大程度的去相信中国现在就是与拼图上差一块，加上这一块如果实验室里面已经做到这种免疫逃逸株，然后呢它如果出来的话又长得像欧米克戎，那整个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可以去解释了，你知道吗？它的各种这些结果都变得合理化了。那他现在我要说，为什么有白肺？那他这个白肺呢，实际上它不是说马上就是病毒感染导致这么强的白肺，它主要是一个感染加上它的这种破坏，加上它的免疫反应导致的，比如说渗出液啊什么在你肺里堆积啊，然后就形成一种特征化的表现，然后你的肺在影像上就表现得越来越白，所以俗称新冠白肺是一个典型性的特征。那为什么现在又出现，而且又回到那个时候，而且很多医生怀疑是初始毒株呢？实际上就是说你又回到了一个。经过你看过去3年是人与病毒共存、共同进化嘛，对吧？我们一直都说都不想死光了，病毒也不想死光了，人也不想死光了，然后就越来越磨合的好，慢慢它就到欧米克戎的时候，它就局限到这个上呼吸道。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时候，就绝大多数人他不会有这个肺炎啊什么的。虽然我一直告诉大家它不是感冒，因为它附带多种功能，但是当它变成欧米克戎的时候呢，它这个就已经和你共存的。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他把这个免疫平衡给你打破了，就是你身体里面不管你是注射的疫苗也好，然后呢，那个你也会之前呢暴露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吧？我们所有人都暴露在这个新冠存在的环境里。我们之所以之前没有阳过，不代表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个。然后呢，它多多少少在我体内留下一些免疫上面的调整，那我的身体内就会多多少少有些记忆。那这都叫抵抗力。但是当这个突然一下它改造了以后，它冲破了你主要的最有这个保护作用的这些免疫的记忆和免疫的这个能力之后呢，那么它接下来就等于你又回到这个武汉那个时候的状态了。而且因为它是 Omicron 这个病毒株在整个的传播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一个传播力的提升和一个致变性的下降，这个是我们说符合这个我们对病毒在自然界当中的这个进化，对不对？所以它现在改 Omicron。也就是说，它就要用你这个有传播力，已经有传播力了，我再给你加强，比如说改你那个 ACE2 那个结合域，然后呢，我再给你加几个功能。如果它改了一些功能，然后又逃逸了，那么它就都有可能被激活呀，在你身体内。